大家好，我是冉冉。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博时代。那他们筹备了很久呢，终于产生时代了哦。那其实也磕磕碰碰的，因为这期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事情。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再自己去查一下。那这边的话，大家可以从外观看盒子啊，基本上就有一点差别了哦。这个时代的盒子它是比较高一点的。那今天我们也会讲一下，就是在时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首先呢，如果你是由外观来看他们的盒子本身的话，基本上你如果这样看的话哦，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因为它这个膜呢应该是公版的哦，所以他们又再把这个膜再用了一次，那只是旁边呢这边会有不一样了哦，所以你应该也不会买错哦，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膜，可是它的那个代数不一样。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它第一个改良。好，第一个改良呢，就是遥控的部分。那这个也是很多人在骂的，因为那个9代或者是说8代的遥控啊，就一直延续到9代，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它虽然是蓝牙的，你不用再去对准，可是呢，它这边呢，它却没有数字哦，没有数字，而且呢，它非常的难按哦，这边很难去做操控。那这一代呢，你会发觉它的盒子啊，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外盒，它比较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支遥控它其实比较长一点，所以变成说10代的外盒会比9代的还要再长一点哦，就是因为它遥控比较大只啊。那这边它有什么转变呢？基本上这边就会多了数字哦，你由这个外观看就知道它是多了数字。然后呢，这里呢会有学习的功能，所以有2个转变，第一个是学习，第二个是多了数字哦，多了数字。而且呢，那个遥控的键呢也变得比较好按一点。那我们把它拆开来对比一下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新的这支遥控啊，它基本上是比较粗壮一点，然后旧的这一支它比较瘦弱一点哦，它比较瘦了哦，这支比较粗一点。然后呢，这边最大的转变刚才讲嘛，就是有一个学习的地方，然后这边下面它是有数字的。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增加了2个键，好，2个键，一个是你可以设置快捷的 APP。好，就按这个，然后它就可以把你个 APP 打开。再来就是右边这里是直接可以把设置交出来。好，这边都是快捷键哦，还蛮方便的。好，再来呢，它还多了这一排，多了这一排，这边是声音的控制，哦，它是有静音的。然后大小声它不再是用加减号了，就是你用这边好去控制大声跟小声，然后还有一个静音，好。再来呢，我要实测一下8代它的一个开机速度了哦。那由我按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开机这样。好，我现在按开始哦。好，现在就准备开机了啊、哦。看多久呢？它可以到主画面。好，这边的话大概是13秒。好，17、20、21、22。好，还在跑。那我们看它最终呢是多久可以完成呢？好，这边大概的数字是40秒左右了哈。而且这边告诉大家，其实呢，以前8代跟9代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用的越久呢，它开机会越来越慢。那我这一台呢是完全都还没有安装东西的，所以它是目前是最快的状态哦。我们就算它是最快的好了，然后来跟10代的来比比看，好看谁的开机比较快。再来呢，要登场就是10代的啦哦。那我们一样按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插上去了哦。好，来看看呢，它需要多少的时间？好，需要多少的时间？那目前呢，这边大概是12秒、13、14，哦，还在开，还在开，20、23。好，这边呢大概是26左右哦，我这边比较慢，就是稍慢一点按的哦，大概是26秒。刚才大家看到哈，就是9代呢，它基本上是40秒左右，好，所以其实差蛮多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仔细的介绍它软体跟系统的本身啊哦。那这一次呢，它的系统呢是改为安卓12，以前是安卓10嘛，然后晶片也有所提升，所以呢，它的开机速度才会变得快一点，然后整体呢运作也是非常流畅。像我讲的呢，是你在操作系统的速度啦，不是说软体运作的速度哦。软体的话，其实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它是大同小异的，只有多了一个东西。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是多了哪一个东西。好，当然呢，我们开箱不能都只讲好的嘛。现在呢，我就要告诉你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啊。那首先第一个比较严重而且比较干扰人的缺点就是它目前呢的遥控呢是有声音的，就是有键盘声。好，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好，它是有键盘声的，而且呢，我问过技术了哈，目前它是关不掉的，所以还蛮扰人的啦哦。希望有一天会有出一个修正档，可以把这个遥控的键盘声给关掉。但是要提醒一下啊，就是现在卖的版本呢，还是一样是纯净版，所以里面是空机，你得要自己去搜寻一下关键字，好，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 ，YouTube 上面都有，那就直接搜纯净版就可以了啦，就是安博纯净版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然后你要安装什么就安装进去这样。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它软体这一次升级的地方哈，那就是有多了一个 APP，那以前呢我们有草莓嘛，然后现在呢。我们又多了一个叫做海豚的，所以呢，安博还真的是老司机必买的圣品。那等一下打开一下，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进去之后啊，它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啊，就是有什么中文字幕的啊，这些大家可能常常看到的一些东西，大家再自己慢慢去研究就好了。因为 YouTube 上面不能够播放这些内容了哈，所以大家再自己进去看看，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因为它的内容真的非常多。至于说，如果你是新客户的话，哈，你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些，我简单的介绍这样子。好，这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一个开箱都有。那安博它其实就是让你旧盒子啊、新盒子都可以接收到差不多的内容。然后这个是优点是缺点哦。那希望呢，它以后在推出新机的时候，可以再改良多一点点东西，好像是它原本内建的一些频道啊，或者是它的影片。可以再有所提升，而且专属于高阶机种的，我觉得是有必要性的啦。比如说你问我说，这一次的升级值不值得你去购买？那我会说，就是如果你是原本就非常喜欢安博的，这一次绝对要升级哦，因为它的升级的感觉还蛮明显的，因为以前的遥控实在是非常的烂哦。那现在呢，这遥控这样的升级，我觉得还算满意。然后系统呢，整个运行也比以前顺很多，尤其是令人诟病的那个开机速度啊，在这一次呢，已经算是比较圆满的解决了。哦，当然呢，我们都希望它越来越好了哦。那我们也会提出一些建议，这样子。大家如果使用上面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再可以反映给原厂，然后让他们做下一台机子的改进。哦，基本上他们都会参考大家的意见哦。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不然呢，目前这样子其实，算一算，其实也算是 CP 值很高了，因为它的内容真的也是非常的多了哦。如果你自己去找的话，这些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今天安博士的介绍就大概到这边。那因为现在呢 ，YouTube 有非常多的限制啊，所以我们没办法讲得太细，所以只能让大家用背景的方式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那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安博，而且是安博的死忠粉的话，这一台请你一定要入手。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拜拜。